POWMCE。哦，我跟这双球鞋没那么熟啊，到底是有没有要卖的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in， 欢迎来到 Min's 购物台。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两双 Momentum Wave 还有那个 Lightning Z6。好，那这两双球鞋的评比，其实在很早之前，我之前这边拍亚瑟士的球鞋大评比的时候，在它拍出来之后，很多人都一直跑来问我，就是各种私讯啊，下面留言就一直问我说，那个嘞 Lightning 还有那个 Wave Momentum 穿起来怎么样？我其实陆陆续续已经就是试穿过，还蛮多次，而且还有找了非常多的资料。在年假前一周，我终于有时间可以来好好的准备，好好的拍这支影片。OK， 那这一次就是来跟大家介绍 Wave Lightning 这个系列，还有 Wave Momentum 这个系列，它们是两个系列。这两双都是算是在美津浓的排球鞋里面算是最高规的球鞋，而且也算是最多人问的两个鞋款，这样，然后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收集这些球鞋的资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支影片没有干爹，这球鞋是我自己买的。就因为是我自己买的，所以我这边没有拿到任何的官方资料，全部都是我自己查来的。而且讲一句认真的，我真的觉得他们在官网上其实都没有好好介绍他们的球鞋，就是跟你说哦，我运用到这个技术，运用那个技术，然后还没有要解释的意思。等一下的影片呢，我们大概是先从外形去介绍这两双球鞋，然后他们运用到什么技术，然后最后我们再带入就是两双球鞋的比较，那一边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那个实穿感想。那这两双球鞋就是现在在官网上或者在运动用品社都可以买得到。那如果说有什么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去问问看。那我们就先从大家最期待的 Lightning Z6 开始讲。就是 Z6， 我觉得，因为毕竟官网上没有写。我觉得它主打的是高机动性，所以等一下在那个技术上的设计介绍也会，就是你们可以听得出来说，哦，它真的是更讲究在轻量化还有快速爆发的这件事情上。那配色的话，其实大体都是一个基本的单色，然后之后上去用一些纹路去做一些颜色上的变化。那像我这双球鞋，它是不对称的配色，就是我这边右边是蓝色，我的右边。然后我这边的话，它是荧光橘红色，所以它就是故意走一种比较喵的路线。OK， 那在官网上有非常多的配色，对，所以它陆陆续续出了，刚刚看了一下，应该有9种10种左右。Z6 它在鞋口这边，我觉得它这边有做一点加厚，然后就可以让你这一块的那个抓住的效果变得更好，就是包覆性提升。只是因为它是低筒的球鞋，虽然说就是脚踝以下的部分包覆性再怎么好，但这一块可能就撑不上来。那 Lightning Z6 它是就是维持原本的球鞋该有的这个鞋舌，所以它鞋舌是可以分出来这样子动。OK，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点呢？因为等一下看 Momentum 你就知道为什么。但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就是这一双球鞋的鞋舌有特别的做薄了一点，有没有？这边就做得很扁，就是尽可能的做扁一点，稍微有一点缓冲，但是就很扁。那我自己觉得这个鞋舌变扁也是为了说，假设我们球鞋这样绑紧了之后，就不会这边变成是一大坨一坨厚厚在这里。因为如果鞋舌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厚的话，其实当我们绑紧的时候，这边会变成因为太厚，然后蓬起来。对，所以这样子其实在穿着上脚背就没有那么舒服。那所以我觉得变薄的这一点改变是还不错的一个设计。OK， 然后顺的看下来，我们来看鞋面，它的材质主要是网布、透气网布，然后跟这个一层的这个叫做人工皮革。那这两个材质的组合就是可以维持原本的凉感透气，然后还有就是可以提升球鞋的包覆感。那人工皮革就是它材质比较硬，所以在包覆性上，你不会因为你的脚在动来动去，然后脚就这样飞出去了。因为硬的材质可以让你 hold 住，就卡在这里，然后变成是鞋子跟你一起走。再来，鞋头的部分有没有看到这个一颗一颗的？很明显就是它就是为了要防撞，它用Dura Shred这个技术来防止运动员的脚尖去撞到东西。好，这边我要来讲一点我自己就是对于这个东西的感受，还有一些想法。就我们球鞋在选球鞋的时候，我们这样脚一穿下去之后，我们都会叫你在后面留一只手指头，像这样子的空间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因为我们球鞋在穿上去的时候，如果太合脚的话，往前会脚尖撞鞋尖，然后往后脚会磨脚跟，那整个会让你变得不是很舒服。所以多一点点的空间，你往前有一点点空间，你就不会磨到，然后往后也不会一直磨脚跟。
对，有没有吸收到冷知识了哈？好，那回到这一点，这个鞋头的设计，它本身这个材质比较硬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会先防撞。好，那如果说现在来看，我们的脚尖离鞋尖有一点点小小的空间的话，那如果说假设我们这次撞击很大力，撞下去的时候，其实它就这个东西。这个鞋尖其实有一定的空间可以缓冲，那这个防撞材质就可以像弹簧一样，稍微被压进来一点点，然后弹回去。但是这个被压进来的这一个空间可能还不会碰到你的脚尖，所以你的脚尖也不会被撞到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防撞鞋头的设计，我自己觉得很重要，而且我也很喜欢这个设计。对，所以一直以来我基本上每件球鞋我都穿这种有防撞鞋头的，鞋头很重要哦。OK， 再往下看，我们来看中底。中底这个部分就是这一块白色的这个。如果说你从很久以前就开始穿美津浓的话，你一定有经历过 AP Plus 的年代。那当时的 AP Plus 这个材质呢，我觉得有不错的缓冲能力跟回弹效果。在我高中第一次穿到那个材质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我脚下怎么踩着麻糬？对，那是我高中第一次穿到这么软的球鞋。好，那我们回到这一次，它用的就是 POMC， 就是 POWMCE 的这个技术，对这个材质。那这个材质他说是比 AP Plus 再更高一阶，就是基本上是升级版的一个材质，就是它跟 AP Plus 有一样的缓冲跟回弹的效果。然后呢，还比它再更轻了一点，有没有？就跟一开始它的主轴一样，是更轻量化的球鞋。这双球鞋的设计上有很明显的就是这地方，有没有一个看起来像波浪的东西？那它就是它的大底，它叫做 Mizuno Wave， 也就是这双球鞋为什么叫 Wave 的由来。好，那这双球鞋的这个大底，它其实就是在 hold 着整个鞋体，然后让你在做任何的跑跳啊、转折啊，都是可以把你的就是脚都稳定的很好。就是在你不管是纵向啊，或是横向，就是各种出力的方式都不会让你力量发散掉，就是可以让你的力量，让你往下踩的这个力量好好的传导到地面。这边注意一下，就是你看球鞋的内侧这边的洞比较小，外面的洞比较大。我们通常假设我们在做转折的时候，都会往外面踩嘛，所以外侧脚会当重心脚。那这样子踩下去的时候，其实这双鞋子我们的力量应该是集中在内侧。所以这边会往下压低一点。那这部分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当外侧的底比较高，内侧的底比较低的时候，球鞋就会像这样倾斜，对不对？那像这样倾斜，我们就可以把重心完整的带到里面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反弹的冲刺，就是这个回弹的能力。那通过这个孔洞、这个空间，然后让这个弹簧片能够更好的去做它的扭转，然后也可以把你的力量更好的传导到地面。那这时候你的爆发能力就来了。球鞋的设计其实还蛮多细节的哦。好，那这个鞋底的部分呢，我们等一下跟 Wave Momentum 一起讲，有一些我自己的经验要跟大家一起分享。这样，那以上就是从外观来介绍这一双 Lightning Z6。那下一位就是 Momentum。我觉得 Momentum 我自己给它，就是因为我没有被人家介绍嘛，所以我觉得设计重点应该是它的爆发性，然后还有它的包覆性。然后而且还有它的缓冲能力。那我们一样先从配色来看，那基本上它的配色其实也跟 Lightning 有点类似，它是整体是一个很大的单色，然后之后会去带一些不一样的颜色。对，你看像这个鞋底，非常的鸟，而且它有一些很特别的设计，对我觉得是蛮现代感的。像这边就是在网状布里面，然后再藏一个迷之龙在这里。就是不管是配色，还有就是不同材质上的运用，其实在设计这边都更用心了。那鞋口的部分，我觉得比刚刚的 Lightning Z6 更厚了一些，对啊，毕竟它也是，我觉得它是更提倡包覆性嘛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它鞋口这么厚也是很合理的。而且它是中高筒的球鞋，所以在脚踝这边的包覆性，我觉得也不错，对比Lightning Z6 来的好一些。所以在整体来说，你穿上去的安全感会更好。就不用担心说你跳起来的时候球鞋这样飞出去。好，再是要看鞋舌的部分，你看它这边其实没有特别分出这个鞋舌，它这边都是缝在一起的。应该说它没有鞋舌，因为它基本上这双球鞋的这个设计，它其实是一种叫做有点像鞋套、袜套的一种设计。那这个设计它基本上就是没有鞋舌的这种构造，它是一体完整的包覆你的脚，就真的是像是袜子。然后在你鞋带都不绑的情况下，其实它就有一定的包覆性。那在这样的设计之下，就是它的双脚的包覆性提升，让你更有安全感之外，我觉得它
整体来说，它里面也变得更舒适，因为它毕竟很有弹性。再来我们来讲鞋面，鞋面的部分就一样，也是透气网布，然后跟人工皮革。对，那所以它的效果也是差不多的。那透气网布可以维持脚前侧的通风，然后人工皮革一样 hold 着你的前脚。那再来就是鞋头，你看鞋头，这应该也是那个 Durashed 的鞋头设计。OK， 那刚刚已经有讲过，就是这个鞋头的设计是为了什么，就是怎么去防撞。那我这边就不再讲了。对，好，我们就再下一个。这一次它的重点就是这个中底，它叫做 Mizuno Energy。Mizuno Energy 是最近这2-3年才研发出来的一个球鞋材质。这个材质真的是让我对 Mizuno 这一个牌子、这个品牌有非常大的改观。就我自己从国小开始练球啊，我也是从国小开始接触美津浓，然后到目前我自己是觉得说 HP Plus 已经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球鞋材质了。但是这一次研发出来这个 Mizuno Energy 的这个新材质，真的是刷新我对他们的印象。这个材质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缓冲效果，而且也有一个很不错的回弹能力。那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中底材质。那我自己是觉得Mizuno穿过这一双球鞋之后，Mizuno的其他双我都会需要再考虑一下。对 ，OK， 那这双球鞋的大底一样，虽然说我们这样看不太出来，对，可是它一样是有用到那个 Mizuno Wave 的技术在这里面，所以它基本上应该啦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它剖开来看嘛，不然啊。我好像可以把旧球鞋剖出来看，它应该是把这个波浪片包在这个那个 Mizuno Energy 的这一个材质里面。对，那它一样就是有还不错的缓冲跟转换力量的那个效果。OK， 最后我们来看2双球鞋的鞋底，就许多人其实可能没有那么清楚说鞋底要怎么看。那当然，我这一部分也是我自己的经验啊，但不代表一定100%正确。但我这次就是单纯就是纯分享，跟大家讲我是怎么去看这些鞋底的。那刚好今天这2双球鞋的鞋底设计，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，我自己在看的东西都是纹路，像这边就是它的橡胶纹的走向。那纹路的走向，我们大部分可以分成横的，然后跟直的。虽然说它这边是圆形。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就是这个胶底刹车，就当我们接触时间越长，我觉得越长不代表刹车能力越好，反而是接触面积越大的那个刹车能力会比较好。所以说，纵向的纹路，假设它是直的，它的横向的刹车效果会比较好。那反过来，横向的纹路对于纵向的刹车效果会比较好。那第二，我们是要来看接触地面的位置。接触地面的面积越小，通常是越讲究快速还有爆发，就是适合一些需要快速移动，像是蜻蜓点水这样子的轻巧移动的人。那反过来就是接触面积越大，代表你会是需要更多的蓄力，所以就是像那种需要很用力的往下踩，然后用力的往上跳的那一种人。那根据这2点，你就可以大致上可以判断说这双球鞋适合什么样的对象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2双球鞋的纹路。那相较之下，第6这边的纹路大部分是走纵向，那 Momentum 大部分是走横的，看得出来吧？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判断说，第6是给左右移动比较多的人，对，所以会有比较好的刹车。那 Momentum 的话就是纵向，前进后退比较多的人。好，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触地的面积，比较好的方法，当然就是拿个印章的那种印泥，然后放在下面之后去压一张纸。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，有多少地方是碰到地面的。那很明显 ，Z6 就是你看它这边都是缝嘛，这边都是蛮大的空洞，所以它就是前面一大片，后面4个小块，所以呢，它就很明显说是需要给那种蜻蜓点水、快速移动的人。好，那另外一双 Momentum 的话，你看它这边就是平的，所以它就是给那种就是需要好好蓄力，要好好把力量传导到地面的那种对象。OK， 那基本上基于这2个鞋底就可以判断得出来哪双鞋适合什么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比较时间，跟我自己的就是实穿感想。那跟上次一样，我们会先分成就是重量，然后抓地力，然后爆发、缓冲、包覆、透气，就是这6个因素，然后去判断这2双球鞋哪一双球鞋可能
比较好一点，对，然后来去比较，然后一边我也会跟大家分享说我实穿下来的那种感受。重量的话，我觉得没得比 ，Z6 真的很轻，基本上它真的是一双很轻的球鞋，在空中你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我有穿球鞋，但是好像又没有穿球鞋。那 Momentum 的话，我觉得它真的是比较重一点。那抓地力这一部分，我觉得跟鞋底很有关系。就是 Z6，我自己会觉得说比较适合像是要举球员或者自由球员这一种，就是四面八方各方向移动比较多的人，就是可以帮助到你的起跑。那 Momentum 的话，就是就很适合像我们攻击手这一种，就是你就奋不顾身的往前冲刺，然后起跳的这一种。我们还是要做比较嘛，但相对来讲，就是抓地力的话，我觉得 Z6 会好一点点哦。好，但是我真心其实觉得没有哪一双比较好，而是就真的是谁比较适合哪一双。那偷偷说一点，就是心里的抱怨。我在穿 Z6 的时候，当我在练球，在起跳攻击，但有时候我们在打球的时候，其实举球员不会每颗举给我嘛，所以我们都会有那种就是跳起来空跳，然后其实也没有认真跳起来，所以就准备刹车这样跳起来。那踩刹车这种纵向的刹车 ，Z6 真的很常滑倒，真的要根据自己的位置选适合的鞋子。对啊，真的是 OK 啊，但是只是就是纵向的刹车会，滑出去。有没有感觉到了吧？感觉到了，这样子。我很用力哦。好，下一个是爆发能力，就是在爆发这一块，我会觉得是 Momentum 小胜一点点哦，就是也没有赢很多。那这一部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中底的材质，所以就是它在起跳的时候会比较舒服一点，跟它比起来。对，因为它毕竟比较硬，所以跳起来可能没有那么舒服，但是还是跳得起来。我的感受是 Momentum 跳得高一点点。但我这边补充一点，就是 Z6 不是真的跳不起来，因为它也是轻量化的球鞋，所以理论上更轻也要更会跳。那我只是觉得 Momentum 可能穿起来舒服一点，起跳也比较容易一点。好，那说到缓冲，一定就是 Momentum 大胜，因为它的中底材质我真的是觉得没有办法比，就是让落地变得更没有负担。相较之下 ，Z6 的落地真的是偏硬，所以落地久了之后会有不少不适感，就可能脚跟去蹬丢啊，或者是小腿会变得很僵硬啊。你知道，有些状况其实是球鞋害的哦，或者是地板害的。所以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当你跳得越高，你越要保养还有保护你的双脚。而且从球鞋的侧面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像刚刚这样，就是谁的缓冲比较好，应该蛮明显的。你看这双球鞋这个下面其实是橡胶底，所以它缓冲是只有这一段薄薄的哦。那这双球鞋呢，是一大块都是缓冲，很清楚吧 ？OK， 那包覆性的话，我觉得赢的人也是Momentum。那因为它导入鞋套的设计，所以它本身的包覆性已经不错，然后你再加上你的鞋带绑紧一点，你的整个脚就很扎实的被靠在这双球鞋上。而且中高筒的球鞋设计也会让你的脚感更好。那它整个里面也是很有弹性，然后也加厚，所以也是很舒服。那在这一部分，就是我觉得在球场上每一个位置，大家都是需要考量的，就是包覆性的部分，所以我会比较推 Momentum。那透气的部分的话，就其实我们还是在场上可能会待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去讲究透气性，对，不然穿久了鞋子都很闷。那这一部分的话，我会觉得 Z6 会小胜一点，因为他们两边下面都有一个叫做 Intercool 的一个技术，就是在鞋底下面开洞，两双球鞋都有。在这里，对，像这个技术，它就是直接对你的脚底透风，所以可能脚底凉凉的。也许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讲求轻薄，所以它可能透气性会好一点点。然后它的下面这个洞也比较大，所以我会觉得，透气性的话应该是 Z6 比较好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对这两双球鞋的实穿感想还有评比。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位置，主要还是要看个人选择，因为毕竟鞋子是你们在穿。那今天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实穿下来的感想，还有一些就是他们比较厉害的地方。那依我自己的建议啊，就是一样像我刚刚说的，我会比较推荐 Z6 给举球员跟自由球员，就这一种比较需要多方移动的对象。然后那 Momentum 的话，我会推荐给攻击手们，对，因为毕竟你们都是
大部分都是直线助跑往球的方向冲进去，然后起跳，设计的走向不太一样，就会适合不一样的对象。OK，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2双球鞋的评比。那对于这2双球鞋有什么问题，然后或者是想要再更了解更多的话，其实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好，那最后来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，就是你觉得，就是我穿了这么多品牌、这么多球鞋，那你觉得我最推哪一双？那答案呢，我会在之后的 Shorts 上面公布。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Mins 购物台。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追踪、跟按赞哦。我们下次见。